idol 进化论。2020年，在爱奇艺青年励志选秀节目《青春有你2》中，一位短发女孩凭借她的唱跳实力与相声态度，赢得了众多全民制作人的认可，最终拿下 C 位出道，让大众看到了当代女性的无限可能。她就是刘雨昕。在当今有过出国训练经历的训练生备受国内市场青睐的大环境里，刘雨昕并没有选择这条路，她用实力证明国产并不差。从 popping 舞者到唱跳歌手，他跳出舒适圈，不断突破自己，从籍籍无名到万众瞩目。他积累的不仅有才华，还有令人信服的人格魅力。从被质疑到被肯定，他一直在改变，但热爱舞台的心始终坚定。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国产 idol， 有人说他的成功是必然，也有人说只是这个夏天奇妙的机遇。这一期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刘雨昕的立体世界，让他亲自告诉你答案。1. 街舞是根，破土后重生。练习陪伴成长，比赛是常态。刘雨昕，1997年4月20日出生于贵州省，父亲从事古典音乐，母亲是国家1级地方戏曲演员。我爸爸妈妈都是搞古典音乐的，所以我整个儿时的印象都是在那个音乐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。所以我从小就确实有一个梦想，是想要站在一个大舞台上表演。而街舞是他梦想的第一站。10岁那年，刘雨昕开始接触舞蹈，她并没有遵循大众对女生学舞的刻板印象，选择爵士，而是走进了男生成堆的舞房，开始了 popping 的学习之旅。这个选择令她从小便承受压力与质疑。他们的质疑就是对我的打扮，从小，包括我跳的舞种也是男生跳的舞蹈。12岁小学毕业，为了接受更专业的街舞训练，刘雨昕在父母的支持下，独自一人来到北京，进入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学习街舞专业。跳 popping 的舞者一般穿的都是那种直筒裤，然后暗色的服装或者白灰黑。我的妈妈就会觉得说，你为什么每天都像老大爷一样？对，就会穿的那种直筒裤这种。然后呢，跳舞又 man， 更像一个小男生。其实2012年参加了湖南卫视举办的向上吧少年，他一路过关斩将，最终获得了该比赛的最向上少年奖。2013年，在东方卫视舞蹈竞技类节目《武林争霸》中，刘雨昕以一段 popping 表演获得了4位评委的全票通过。你把男孩子跳的 popping 全给干掉了。除了电视节目的比赛，陪伴刘雨昕更多的是地下街舞比赛，她能够在众多比赛获得冠军。高中毕业后，刘雨昕考入了天津体育学院运动与文化艺术学院，进入了更加丰富的青春赛场。特别的成人礼之女团初体验。2015年，对女团还没有认知概念的刘雨昕，在老师的推荐下，参加了浙江卫视女团养成真人秀节目《蜜蜂少女队》。最后我也没想到自己会出道，我从来没敢想，我完全不了解，然后就出道了。出道后的发展之路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。开过网店，酒吧驻唱过，拿面膜跳过舞，进那个机场直播，就说这个鸡是怎么做成的。2019年，为了重拾斗志，刘雨昕参加了《这就是街舞2》。她并不介意被贴上 idol 的标签，而是以一套干净利落的动作，获得了众多专业舞者及队长的认可，拿到了晋级毛巾。虽然止步49强，但这段经历让她找回了最初的状态。就是我一直告诉我自己，不管我现在在做什么工作，我都一定要不忘初心，所以我会继续用心做自己的。我是刘雨昕。而在2019年10月，经过3年磨合，逐渐找到方向和节奏的蜜蜂少女队突然面临解散，但下一个机遇已经悄然而至。拒绝定义，破釜沉舟后重生。2020年，《青春有你》第2季提出了 X 概念，其不定义自我、探索无限可能性的理念，契合了刘雨昕心中对于女团的设想。主舞台，刘雨昕以一段连贯的表演 No Joke 展示了自己的舞蹈、vocal、rap 实力，赢得了导师和训练生们的认可，并获得了 A 的成绩。但节目播出1周后，她在全民制作人助力榜离出道位有不小的距离。在激烈又残酷的竞争环境中，她一直很清楚自己在这里的初衷是认真做好每一个舞台，不留遗憾。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继续发光发热，坚持热爱，努力拥有属于自己的舞台。主题曲 C 位竞选中 popping 与可爱的结合，
第一次公演破风中的 Killing Part， 第二次公演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中的柔情现代舞和点睛之笔我愿意，我愿意。第三次公演 Line， 仿佛量身打造的曲风与狂放有力的舞蹈， I'm Not Yours 的造型突破，奖励舞台素的 rap 和舞蹈展现的易碎感。在整个比赛中，他每一个舞台选择都给观众带来了不同的化学反应。非常多的质疑，因为 X 就是不被定义，所以我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女生是不被定义的。他也获得了3次公演第一，1次小组第一，2次全场 MVP 的成绩，第1名，并最终逆风翻盘 C 位出道。从初 C 到中 C， 刘雨昕一步一步证明着自己的无限可能与实力。第2季真爱组合第1名。这次我终于可以说，我做到了，我们都做到了。他的这个夏天没有留下遗憾。2，酷是坚强，眼泪是限量。舞台是光，坚持只为靠近月亮。6遍诗有很多，月亮只有一个。这是刘雨昕在3联生活周刊面对2020届毕业生对择业的迷茫时给出的答案。刘雨昕的月亮就是舞台。当被问到有什么舞台经验分享的时候，他说，把每一舞台都当作最后一次去呈现，就会呈现出更好的画面。据《青春有你2》中刘雨昕舍友的描述，他为了顺位发表前几秒钟的出场动作，都会精心准备练习几个小时。在这个亮相的时候呢，有一天大概是已经凌晨4、5点钟了，刘雨昕就是不睡觉，花了4个多小时在准备这件事情。对待所有的镜头还有舞台的态度，我觉得值得每一个人学习。刘雨昕总是看上去一副很淡定的样子。当《青春有你2》的队友得知他只有23岁时，非常震惊。多惊讶！你快看他多惊讶！他调侃道：“是不是像30几？但是我真的没有改年龄，我真的不是89年的。我就是那种喜欢操心的那种人。”他从小便懂得享受孤独，反省自己。他说：“我一直都是孤独的，只有孤独能让你清楚你自己是谁，你自己要做什么。”谈及梦想的时候，他认为实力是底气。他说：“我觉得首先你要去分辨你的实力是否能够承受得住你的梦想。我觉得信心不是自己给的，而是要通过一次一次的努力去给自己有更多的底气。”他的少年时期没有娱乐活动，基本都是在舞房、琴房度过。对于机遇与波折，他给出的答案是：你经历过最差的时候，但是对未来的日子你一定是在往上走的。如果有一天你再掉下去了，一定是触底反弹，而且你一定做好了如何应对的方式。他相信惊喜一直在路上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心有多大，未来就有多少可能。外有冷酷皮囊，内可温柔通透。刘雨昕冷酷的观感主要来源于她的短发形象和嘻哈打扮。10岁前，刘雨昕一直扎马尾辫，因为会被男同学扯头发，索性剪了短发。后来她觉得短发干净利落，也更适合她的个性，就保持到了现在。穿着嘻哈，则是因为从小接受街舞圈的氛围影响而形成的穿着习惯。但其实刘雨昕的性格很温和，在《青春有你2》中被评价为一个很温柔的训练生。在《青春有你2》知心姐妹 TOP 榜中，刘雨昕被训练生们选为知心姐妹第1名，因为她能在队友需要帮助的时候及时出现，也能找到一种舒适的方式把大家凝聚起来，一起进步。比如说最害怕什么，我就把自己最害怕的东西写出来。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心里有个东西没放开，所以一直这个状态出不去，所以你练了800遍都没用，对吧？这个心结先撩开，然后再开始练。鼓励机器刘老师是《青春有你2》中其他训练生对他的形容和称呼。我觉得如果你身边的人一直在说你不好，那一定是那些人就是存着好的心来看你的。我是相信的。先相信自己，你可以去找到那个状态，你可以做到更好。所以我现在觉得你有做到更好。除了因为他的业务能力出众，能发现他人的闪光点，还因为他经常对训练生们进行老干部式的排疑解惑。就是你首先不相信你自己，没有人可以相信你，所以你要给你自己信心。这样呢，
你就会更有底气做得更好。不然，如果你没有信心，大家是看得出来的。说到自己温和的性格，刘雨昕说：“就是我从来没有大吼大叫过，就是我自己发脾气，我会觉得我自己很好笑的那种。”视粉丝为家人，担起偶像责任。刘雨昕粉丝的名字是雨伞，他称粉丝对于他而言更像是朋友或家人。在《青春有你2》中，刘雨昕的一枚尾戒频频出镜，这枚外表普通的尾戒内侧有刘雨昕亲自刻上去3UM。里面准备刻一个3UM，因为3一直是我的幸运数字。因为遇到你们，所以我很幸运。在比赛中，其他训练生曾说，唯一一个没有哭过的训练生就是刘雨昕。刘雨昕没哭过。但在决赛夜，刘雨昕在感谢粉丝时流下了眼泪。最后，要感谢我的 arm， 我的雨伞，你们每一次的应援，你们的写的信、手幅、大屏，谢谢你们所有的心意。我也希望我可以继续用每一次舞台、每一个作品来回报你们的辛苦。我们一起一步步走向更大的舞台。谢谢。认真回应粉丝的支持和信，他经常叮嘱雨伞要先过好自己的生活，再去看他。我最大的期望就是你们在支持我的同时，我可以不耽误你们的，你们还可以追求自己的学业，完成好自己的家庭，把自己该做的工作做好。我觉得这个是我最期待的。同时，他也认真兑现用作品回馈粉丝的承诺，精心准备每一个舞台和作品。从刘雨昕的微博可以看出，他的每一条视频都很有质量。微博100万粉丝的福利视频也是在舞房熬夜为粉丝录制的。在忙碌准备舞蹈比赛的间隙，也会在七夕踩点线上舞蹈作为礼物。3. 深入挖掘，多面才立体。坚持创作，展现 A、B 面。在《青春有你2》的自我介绍中，刘雨昕表演了一段原创作品《我的开场白》。A 是 hip hop 畅快淋漓 ，B 是弹琴唱歌小孩。他在《青春有你2》比赛期间的微博头像也写着双面统一4个字。刘雨昕的梦想是做一名唱作人，他想做原生态与流行音乐结合的曲风。特别希望做舞曲，然后让跳舞的舞者们用，因为我在跳舞的时候，大家都用的是外国歌手的音乐嘛，我就特别希望中国能够有自己的音乐，然后也被大家使用。这也是刘雨昕在大学时期学习编曲、音乐制作的原因。2018年5月20日，刘雨昕以个人身份发表了全新 EP《新》，寓意着崭新的开始和用心做自己的态度。这张 EP 耗时1年筹备，刘雨昕也全程参与了制作和创作的部分。完美主义的他，力求所有的细节都达到自己的标准。为了照顾听众的感受，4首歌涵盖了轻快、电子、异域风情、抒情不同曲风。其中主打歌《Hot Party》是刘雨昕最喜欢的一首，这是一首异域风情的歌曲，舞种是 swag 风格。这首歌曲的制作包括 MV 场景、造型、配饰，他都有亲自参与。他自己也说，这张 EP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。遗憾的是，当时这张 EP 的销量只有2位数。当时的他深知自己所处的市场形势以及自己的热度已经大不如前，但是依旧选择发行 EP。那张专辑我觉得就像我一个孩子诞生一样，就特别的不容易。因为说实话，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包括我们已经没有什么热度了，然后在那个时候发呢，就确实也对我来说虽然是很不容易，但是确实也没有人听，这个是很现实的。他认为不管有没有人听，都要先把作品做出来。除了hiphop，钢琴也陪伴了刘雨昕的青春。刘雨昕小时候通过了钢琴8级考试，在参加《青春有你2》前，刘雨昕经常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弹唱作品。刘雨昕喜欢在不同的年龄段写一首歌送给自己，从17岁的从不到18岁的18、20岁的2字当头，都是他对人生每个阶段的纪念。《青春有你2》中，刘雨昕表演的原创歌曲《两个他》，唱哭了很多在座的训练生。我有一个家，家里有2个他，
舍不得挂电话中坚强的爸妈。在封闭比赛的日子里，父母的支持与爱无疑是支撑着训练生们努力拼搏的最大力量。青春有你2结束后，刘雨昕将原本准备在被淘汰后发表的单曲《节奏病》送给了粉丝。这是一首刘雨昕参与作词与创作的 swag 风格的舞曲。因为这首歌大部分的歌词是自己写的，所以也是在讲一些关于自己心里一些想要表达的一些社会现象，然后跟我平常看到跟一些感受，然后用歌词来表达出来。所以我一直都想跳脱于我之前一张专辑歌曲的歌词的状态。与日本国际级制作人 Hero 合作， MV 舞蹈由 King of Swag 的地队长编舞，并邀请到 King of Swag 全员参与了拍摄。最终的作品在音乐平台也收获了高人气与好成绩。酷爱5金，时尚是态度。购物是刘雨昕最喜欢的解压方式。刘雨昕的日常 vlog 就包含很多购物的视频，她的私服要不就是花花绿绿，被周围的人吐槽像老奶奶，要不就是单调的黑白灰。在舞台上，刘雨昕则经常以各式各样的西装造型亮相，展示现代女性的干练与气场。除了服装，刘雨昕还很喜欢配饰，并且1秒都不能离开。比较喜欢配饰，就是我出门睡觉一定要，不管是耳环呢，还是项链，还是戒指，一定要有一个，不然我会觉得全身没有分量感。对待造型和时尚，刘雨昕有自己的态度，就是不被定义。受嘻哈文化影响，刘雨昕从小就喜欢收集一些戒指、项链、墨镜、鞋等。她最喜欢的是民族风和嘻哈的东西。她的风格和造型因为不符合传统女性形象，受到过不少质疑。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是通过一个人的头发长短跟穿着来定义一个人的？我觉得每个人的灵魂都应该是自由的。在近期几组杂志封面中，他尝试了不同的风格，也受邀加盟了《潮流合伙人》第2季。对于审美和时尚，他主张不轻易跟风，不随意评判。每个人的审美不同，少对，所以不要因为每个人的审美不同而去评判自己。你们喜欢什么，你们就去做，你们想做什么就去做。解锁 C 面，憨新人实锤。随着 The Night 团综的播出，在和嘉宾的爆笑互动以及和队友的疯狂游戏中，刘雨昕搞怪憨憨的 C 面也逐渐开始展现出来。这些特点在她的生活和比赛中也有迹可循。补妆达人，因为以前参加节目时脱妆太严重，留下了阴影。刘雨昕在《青春有你2》中经常开启补妆模式，并且执着于最白的粉底色号。非常丑，那个时候就是太丑了，所以我现在就告诉自己一定要用最白的色号。我今天还是够白吧。执迷右脸，就是说，为什么没有光？为什么没有遮痘痘？为什么用我的左脸？刘雨昕偏爱自己的右脸，面对镜头时会第一时间让右脸出镜。老师能拍拍右脸吗？这是刘雨昕的口头禅之一。老师，那可以，我想录右脸，老师多给我一下右脸。老师能拍拍右脸吗？拍拍右脸吧。可以。你不是要练表情吗？迷惑技能，当被 Q 到展示个人技的时候，刘雨昕有3项小技能会拿出来表演：手指八爪鱼、跳动斜方肌和高频单眼眨、奇特鹅叫。节目中跟刘雨昕同时出现的一些鹅叫声音，观众可能会以为是后期配音，然而在他的 vlog 里可以发现，这些声音是刘雨昕自己发出来的。憨憨本憨，刘雨昕被称作游戏黑洞，说话时经常一本正经的搞笑，完全一模一样啊！我去哪里找不同？哦，这颜色不一样，是颜色吗？给人放啊！哎，这里是不是多根毛？但是我觉得啊，结束了。他给自己幽默感的分数是能 get 到的10分 ，get 不到的-10分。我靠，所有人的结束完成了这个游戏，我很满足，我下次会再来。从选择街舞并决定要坚持到底的那一天起，刘雨昕未来的路就注定是特别又充满质疑的。难得的是，她一直感谢一路的波折与幸运，并展示给大众自己坚定的内心与真实的自我，让大众看到了当代女性的韧劲与无限潜力，也给了很多渴望却犹豫的青年人敢于直面真我、放手尝试的勇气。祝福刘雨昕能走得更远，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。